是何人？来此送葬，为你身后之人。大胆！大胆吗？我有一个好朋友救下了你儿子的性命，可你身后的这个人却又夺走了他的性命。我不该来此送葬吗？是你们，可是他已经请罪入了青天剑，陛下下了圣谕准予，如今他的性命只归天命。我即是天命。殿下打算去关禁闭吗？苏家主，你们已经赢了，琅琊王他们定然会遵循之前和你们的约定，让你们的暗河走入属于自己的光明，又何必咄咄想逼呢？所以皇子便可以肆意的杀人，就算最后要接受惩罚，只要放弃自己的身份，便能苟活一世，对吗？我还未踏入青天剑，我现在还是一位皇子。你知道当街杀死一名皇子是什么样的罪孽吗？你们暗河将永永远远不可能迎来所谓的光明，影子永远是影子，一旦碰到阳光就会消失。你们会成为北里最大的通缉犯，你们的画像将会一直被张贴在每座城池最显眼的地方。青阳和雪薇死的时候，雨墨问过我一个问题：曾经的我们，同伴的生死似乎早就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可如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通往彼岸的路，究竟还要死多少人？我有我的选择，为神医，为青阳，为雪薇，为每一个因你们操控而死的同伴复仇。我的选择自有我的意义。从今以后，整座天启城当记住我们暗河的名字。没有人能再将我们当作可以肆意操控的棋子，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样做的代价。怎么，你也感受到他的气息了？在干什么？没什么。这。鱼，怎么了？会后悔吗？我们努力了这么久，可那一剑之后，还是回到了原点。琅琊王帮不了我们的，他马上就要死了。他想在死前为自己在意的人铺好路，可是他所在意的那些人，要走的却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路。这天启城的大乱才刚刚开始。不过，那和我们暂时没有关系了。
的世界有难舍的执念，鲜血将自己丢却。还好有爱，爱人间半年月。曾有一极地地狱，可见光明。这一生的风雪换一生注定对决。云雾皆散，得见一月。驾！苏梦雨，你不要乱来，快走！为何这世间的光亮容不下我们暗河的存在？没有谁生来便是刺客，我们应当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可为何你们一次次的阻拦我们？苏雨，用这门剑法，你会死的！长河。若今日我的血能让暗河的水变得清澈而不再暗淡，那我便死吧。北离开国之时，和天武帝所对峙的风月侯麾下的剑魔创下过一门剑招——迷天杀六灭剑。是吧？杀敌，杀友，杀神，杀鬼，杀劫，杀无所不在，杀无处遁形，此为七杀。灭天道、妖道、神道、鬼道、修罗道、地狱道，此为六灭。卓清公公，选择一处属于自己的归途吧。你的最强一剑，以9黎明的沐浴，让我看看入魔之后的区别是怎样的吧。这一招，我拦下了。这老太监怎么这么强？死吧！生在无剑城，自幼便与剑相伴。我见过世间至强一剑，用剑为过去的家人报了仇。今日只要我的剑在手，我便能为他们
为我现在的家人开辟一个未来。你即将入网，今天杀过我，也逃不过一死。你身前无敌，可身后有人。唐连玉，如果毒物进入屋内，所有的人都会死。师兄，杀了我！杀了我！你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当有人拿我的性命要挟你时，别快向前冲！啊！听见了吗？来呀！连玉！有梦，真是对不起啊，李渊，唐门，以后就拜托你了。用一双眼看世间的缺，一缕风将身为民吹灭。请你当下我这一场的女子，你要好好珍惜她。大师兄。如此完美的妖人，就这么被你给毁了！这三位之前亦是接近逍遥天境的高手，可惜不如你师兄天资卓绝，可以炼制金身药人。不过今日用来对付你们二位，我想也是足够。云梦，唐连云，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会不会
相逢唯愿最初目光一如过往。那你不问世间那你能不能之所到我们愿望星落月影阁那里还没举办过婚礼？好。5年离殇，念念不忘，年年遥遥相望，是谁的年少？这山河无恙，你别来无恙，像最初一样。会怎么来呢？能不能针扎大一点？这样我也会很有面子。毕竟之前都是我在追赶你，在宇哥他们面前也有些丢人呢。岁月如常，为你留着心底半生安和汹涌，愿望，青海真谛，我会踏着红色的凤凰而去。灯火阑珊处是最初目光，念念不忘，年年遥遥相望，这世上哪会真的有凤凰啊？你别来无恙，像最初一样。雨雪守着信仰，换世间晴朗。5年离去的悲伤。这是九江琵琶境外，我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第1道为千鸟精鸣，第2道为天雷无妄，而第3道是千鸟精鸣和天雷无妄同时使出，火凤蓝银。这是原来真的有凤凰。我带你走。乖女啊，走啊，看灯会去。哎呀，让这苏沐雨一走，把这个院子里头的神器都带走了。我那个活蹦乱跳的女的，我只是觉得苏沐雨这个人，心里想的事情很多，可都喜欢憋在心里。能把自己憋死，也不觉得难受。哼，比起苏桑霍那个小子，苏沐雨算好的了。你可以猜到苏沐雨在想什么，但你根本猜不到苏桑霍在想什么。猜不到，我也想不明白。就比如现在，我就想不明白，我们为何会一次又一次的别离。哎呀，傻闺女，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起的啊！
他们是暗河。虽然在你心里面，你们彼此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朋友，但他们毕竟是暗河。暗河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容的存在，并不是他们不把你当朋友，只是他们不希望危险落到身上的时候，也波及到你。好了，莫难过了。锦城，不错的地方。这望城山就在附近，你不想上去见见你崇拜的那个道士？算了吧，毕竟穆家家主拜会望城山，听起来还挺骇人的。穆家家主原来这么年轻啊！看来想去望城山也来不及了。唐门的朋友已经到了，还不是朋友吧？谁又知道呢？阎王帖，这就是你们唐门的待客之道吗？这里是唐门的地盘，唐门出来见人，也需要遮遮掩掩，不以真面目示人吗？唐灵皇何在？与我们暗河相约，就算提前出城迎接，为何来的人不是他？哼，为何你觉得我不是唐灵皇呢？若你是唐灵皇的话，方才我手中这柄桃木剑，早就应该化为粉碎了才对。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他喽？这可是你说的，雪薇。敢在唐门面前用毒，真是可笑。可笑？我穆家钻研鬼术多年，在用毒方面，可丝毫不逊色于你们唐门。开阵！毒物开鬼门，福道见真火。这是唐门的四方黑水阵，在毒花面前用毒，可笑，叹为观止啊！这个女子居然能将毒术修炼到如此精湛的地步。毒术不仅如此，接下来的事应该会更加有趣。唐门的这位兄弟，我们暗河来此并无恶意，为何二话不说便要开打呢？遇到了暗河，还能有什么好事吗？我明白了，这个女子是个毒人。想不到暗河穆家居然能培育出这样一个毒人。暗河的毒花，我要它。我明白了，唐门已经在别人的控制中了，所以你们对暗河的到来充满敌意。妄言！我浑身上下皆是举，你们找死找的也太快了。
雪薇，血化如铁，见血封喉，他们怎么没有反应？莫非他们之中有和雪薇一样的毒人？我知道了，他们两个就是大家长心中所说的药人。没有知觉，不知味觉，百毒不侵。原来如此，雪薇。太难得了，没想到世间居然有这么完美的毒人。你是谁？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带他走。雪薇，可别小看我们唐门了。乖女啊，拉开来的小不是？追命蛇，追命蛇。这是我们药王谷一脉，每个人都会养的保命之物。若是遇到天大的危险时，我们便会悄悄放出追命蛇，追命蛇会爬山涉水，一路前行，寻到另一个药王谷门人那里。还有这种事啊？我那小师侄，如此谨慎一个人，竟也会遇到危险吗？九天得必一凡尘，万木千川始真真。草树云山染景色，风月难及此间无。这是你最喜欢的施剑仙所写的诗，描绘的就是这座锦城。如今你踏入这座城池，有什么感想？很多年前，我便来过这座锦城。啊？所谓何事啊？当年身为暗河的执三鬼，还能为了何事啊？哦，原来是这样。这是在干什么啊，孙木？你看得懂吗？怎么？4条。这叫麻雀牌，在锦城之中很是流行。喝茶打麻雀牌，或者搬条凳子，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这便是锦城人的生活。龙门阵是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吗？要是这么说，倒也没错，确实因为他们围在一起的架势，很像前朝薛将军围困达鲁时的架势。可这锦城内有唐门坐镇，外有望城山护，多年以来太平无事。这锦城人没事摆龙门阵做什么？只是说这个架势很像，实际上他们围在一起，也就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琐事。嗨，那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吹牛吗？哼！嗨，宋沐雨，怎么今天一直是在我问问题，你在替我解答？咱俩这角色是不是忽然反了？那个在生活里一问三不知的人，不是你吗？因为当年为了对付一个高手，我在锦城整整住了3个月，所以对这儿有比较深的了解。服了！服了便是赢了。自然是赢了，
128分，给钱给钱。你小子也就手气好，来再来。还玩呢？哪个嘞？打牌嘞，莫打话。穆馆主，花袜子，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在骂我？锦城话，问候你好的意思。幽默，这位仁兄真是幽默。瓜子，若不是你说的这么真诚，我还以为你在挑衅我。穆馆主，这是你好的意思吗？大家长和苏家家族来此，咋个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呢？晓得好提前安排。我这兄弟，当年在锦城住了3个月，都是你在招待他。是的。所以刚才那句瓜娃子，也是你教给他的问候语。我是和苏家教主开个玩笑，没想到苏家教主便当真了。后来我就没再解释。难怪当年刘玉龙与我对剑之时，神色如此愤怒。原来这句话是骂人的。不是我，谁让你是做一个彬彬有礼的刺客，杀人之前还问好。你这一句瓜娃子，怕是让那个刘玉龙气得连剑都打不稳了。差不多成了。好，不笑了。这比我们锦城变天还快。穆馆主，小的在。方才你说未曾知会我们就来了。小的错了，大家长和苏家家属是啥身份，想来便是了。咋个需要小的指挥？是小的失言了，小的失言了。不，我的意思是，我早就知会过你了，甚至于在这里等着我们的还有他们。他们？哪个？一个是穆雪薇，毒花，还有一个，你这些年驻守锦城还未见过他，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你的家主了，他就是穆清扬。你未曾见过他们？啊！我发誓，我真的不曾见过他们。如果是穆家家族来我这小茶馆，我咋个可能不知道呢？情况有些不妙啊。可以说是非常不妙。长河，雨墨人呢？进城前他还与我们在一起。雨墨已经先我们一步潜入了唐门。潜入唐门？唐长老，我给你3招的时间思考，3招之内，暗河仍愿意和唐门成为朋友；3招之后，那便见见生死。苏沐雨来了。
可真有意思。打人之前要先喊一声，暗器都用得这么光明正大。喊与不喊，一样有信心打败你。孙玉，你可算是来了。雪薇被他们抓走了。他们抓走雪薇做什么？好像是要她身上什么毒。回去再说。休想离开！我们的另一个同伴，唐门最好确保他安然无恙。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根本无法阻止这位苏家家主在我们面前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死了？呸！不吉利。我就是太累了，我可是堂堂一家之主，哪那么容易死啊？君儿，这到底怎么回事？雪薇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雪薇被人抓走了，抓走她的人就是苏家主之前说过的那个炼制药人的医者。诡医夜鸦，他果然也来了这锦城，还真是有趣啊！不管怎么说，先要想办法救出雪薇才是。那个夜鸦抓走雪薇，一定是因为她身上的剧毒。以他的手段，雪薇必定受尽折磨，而且他们二人此刻也必然就在这唐门之中。看来我们的提亲得暂且搁置了，得先去唐门探探究竟。这世间之事还真是有趣。前几日唐门弟子还想取我性命，今日却在这里设宴请我。哼，这又如何？就像当年魔教东征时，谁也不曾想过暗河会出手相助一样。有时候敌人和朋友，只是一念之间。因为利益而走到一起的，也能算是朋友吗？唐门唐灵尊，这位想必就是大家长了吧？上次匆匆见过苏家主一面，那时候你还是来杀刘一龙的纸伞鬼。几年不见，还是这般貌美。唐尊使可曾婚配啊？不曾。哦，理解了。大家长理解什么了？没什么。唐尊使是如何确定我也来了这锦城呢？谁不知道，如今的暗河大家长和苏家家主，向来梦不离娇，娇不离梦，自然不会一个人前来。一个人？我们的穆家家主可也来了，只不过差点死在你们手上，至今还没好全。否则，他今日定会亲自前来讨个说法。只是误会罢了。哼，我们现在来聊聊正事吧。正事？唐尊使还真是开门见山啊。唐灵皇去哪里了？苏家主也如我一般的开门见山。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要知道的答案。唐灵皇去了哪里，我确实不能告诉你。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不会再出现。整个唐门之中，只有我有资格和你谈判。你？当然。好，我呢，谁和我谈判都行，只要能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尊使能给我们什么呢？
魏源，既是谈判，也要显示我们暗河的诚意。你先下去把今日这份宴席的账结了。今日这顿，就算我们暗河请尊使。好。当今的苏家家主，竟然要负责去结账。毕竟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来了京城，我们来此是为了结盟的，不是为了和他们打架。蜘蛛女怎么没来？雨墨不是家主，来此是为了别的事情，不必在意。别的事情？暗河好像对锦城很感兴趣啊。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很多，比如我们的家人。你说的家人，可是他？我说的是一个完好无损的他。什么是完好无损？你不怕死啊？哼！暗河的毒花，触之即死，可她如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不知道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资格成为大家长的家人？你去掉了雪薇身上的毒，所以这样还算是完好无损吗？不管你做了什么，既然他现在出现在了我面前，你便不能再随意跑了。暗河大家长竟是这般重情重义之人，这可与我的情报不符啊！哼，你的情报上是怎么说的？有没有对我外貌上的评价？比如，帅气中带着一点痞气，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暗河大家长苏昌河，代号送葬师，行事以利为先，不通人情，不讲道义。是个极为凶恶残酷之人，说得不错。可如今看来，你通人情讲道义。哼，暗河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具，面具之下才是真心。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还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呢。大家长还真是有趣的人，只可惜。可惜什么？没有苏家主长得好看。你有毒啊！我当然有毒，我乃唐门内房长史，是唐门最有毒的人。既然大家长见到你的家人了，那么我们的事，大家长。先好好休着，我来为你做主。可谈，说吧。苏家主还没有回来，这种事不需要和他一起谈吗？有我在，就不需要他多说话。因为我们的想法总是一样，始终如此。不对。什么不对？听闻苏家主和穆雪薇是旧识，如今毒花就在此处，他却先行离去，这可是哪里都不对。他可能是觉得这里的饭菜不合胃口，去找些清淡的了吧？这锦城当中哪里有清淡的菜？或许
唐门有吗？就是你呀！你是穆家毒花穆雪薇，雨墨的好朋友。只可惜现在我身上的毒被去掉了，不然我冲你一挥掌，你就已经死了。他呢，可是来自唐门的天才。你的那些毒虽然厉害，但是想杀他，那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走吧。去哪儿？原本还想等神医醒了之后多问些消息，可现下也不知他何时会醒来，而如今只能去调查那什么破统领的儿子了。我是真讨厌天启城这地方，我们赶紧走吧。去你的望城山？那你要一起吗？那边不收女的。玄武使，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哎，苏沐雨他们在哪儿？受了伤，自然是在屋里。相逢唯愿最初目我该管你什么？连月公子，不问世间悲欢，听起来倒真像一对璧人。愿望现在不是说这些。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是吗？天雪落戎装，那什么时候是？明天、后天，还是下辈子？念念不忘，念念遥遥想往事。我只问你一次，你心里有没有我？自唐门一别，我时常会想起云母。好，那为何从来都不来找我？我一直在追寻大师兄的下落。我再问你，如果你的大师兄成功获救，你会去安河提亲吗？我是唐门弟子，也是天启城的玄武使。我若去暗河提亲，老太爷不会同意。王爷那边，我问的是你心中是否有我？我问的是唐门吗？是琅琊王府吗？好了，我知道了。云梦姑娘，我的本意并没关系，我很开心，至少我知道了你心中有我，但我也很难过。没想到，在你心里，暗河是这样的存在。喜欢我这样一个暗河女子，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问的问题已经问过了，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行动的伙伴。你大师兄，我们会帮你救出来。宇哥和小神医的仇，也一定会报。走吧。只愿此生不忘。我来天启城，一直想来鬼市瞧瞧，都是传闻中藏妖纳鬼之地，不知和我们暗河比如何？没想到今日竟实现了这个愿望。这不是巧了吗？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就是陪你逛逛鬼市。那早不来晚不来，如今靠人才带劲。那毕竟
对这天启城人生地不熟的，还是得找点关系才行。你说是不是啊，玄武使？雨墨，我和你一起。哎，不是这么分组的。看来你跟我一样，也不是很受待见。谁跟你这只乌龟一样了？无知小儿，前来赴死！阎王深浅，何来胆量让吾赴死？渔网深浅，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都与你说过了，我兄长正在闭关，任何人不得进入。闭关？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而剩下暗河的人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掌，才受了内伤。莫非？我听说，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便可建一方天地，而一旦到了第9境，便可成天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是你啊，老头。暗河的大家长，我们又见面了。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又投靠了大皇子。哼，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对于对手，我就应该斩草除根。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会不会后悔啊？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你说呢？此间事了。那么，天启3家、暗河3家，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走吧。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了，如今我的阎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如今我的阎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不过我一掌之宽。对了，老头，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阎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我们天启3家所拥有的阎魔掌掌法，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最多便只能炼至第8重，而同样的境界上，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你这么说也没错。不过大家长，你可知道，
为何天启三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愿闻其详。因为研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炼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而在暗河的你们，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所以留下的是原本。许久未见了，大家长，你可知道，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吗？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你们可知道，我现在很生气。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胡来？卓君公公，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你能拦得住？大胆！如果是以前的你，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如果是现在的你，你有50%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我还真想试试。我还要为我身旁的心上人杀出一条血路。3尺，不见口鼻。青儿，你不许死！你若是死了，我就不打你。你在心里面有个称呼。如果我不死的话，你别答应我了。就是想逗你笑笑。你会不会说话呀？等，忍者多劳嘛。
啊，我死掉了。我的第3件事情，就是告诉雪薇，我喜欢她，而且喜欢很多年了。金无畏一直守着巷子不走，我们蹲守了半日，才找到机会，在内卫司的帮助下，我们潜进了院中，将穆家主提前藏好的重要物件都取了过来。还是没有找到尸体。没有，只找到这个。让门外那些内卫司传信给琅琊王，合作之时我会竭尽全力协助他，但除却合作外，暗河如今与天启留下血仇，当与天启城报德后再离开。若与琅琊王计划相悖，让他勿要阻拦。领命。怎么回事，宇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才从婉儿姑娘那里回来，发现整个院落都被烧毁了，而且回来的路上，里里外外都是内卫司的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所以那处据点被发现了，我们遭到了夜袭。当时哲叔刚用神鬼涅槃功为我疗完伤，我们无力一战。只能暂退。青阳和雪薇留下来殿后，他们没能回来。什么叫没能回来？宇哥，曾经的我们，同伴的生死，好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但现在，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吧？前往彼岸的路上，我们究竟还会失去多少同伴？